陛下，臣孔道府，请陛下辞对。陛下开门。陛下，陛下，臣等认为皇后无大过，废后不妥，请陛下辞对。请陛下辞对。开门！开门！日头火辣辣的，几位台谏官在那儿叩门高喊前对，都已经喊哑了嗓子。台谏符阁请对，实非太平美事。范仲淹、孔道辅等屡次出言犯上，如今更大失体统，丢国朝颜面，不堪为朝廷重臣，请逐范仲淹、孔道辅出京。这吕夷简的爪子。可是，他记恨郭氏说吕夷简亦奸邪，先归附太后，后谄媚官家，定要报复。说出口的却全是家国天下的大道理，不受台谏章书，一边所愿草诏废后，一边让他们在日头底下扣殿门失体面，再以此为罪，这是把台谏当傻子耍，将朕当孩子哄。太后新丧，晏殊、夏竦皆贬，再一举废了曾与他有怨的皇后。吕夷简颇有些想做权臣的架势。那已经所愿草诏，官家，是否让臣调动皇城司的人手？干什么？再去围了学士院，扣了吕夷简？没什么。此次吕夷简力主废后，虽是私心，但郭氏才德性情，确实不堪为重功。以前有大娘娘在时，她胡闹便胡闹了，我躲着她便是。可如今，让她来主持后宫，这才几日便闹出乱子，再留此位，不知会惹出多大的麻烦。德不配位，强留，并不是对他的慈悲。开门，请陛下辞对。请陛下辞对。执政拒收台谏，进谏奏疏，臣请陛下辞对。开门，陛下，废后乃是昏君所为。陛下，皇后不可废呀！不可废后。陛下，陛下，开门！陛下，你不可效法，废后是昏君，废后乃是昏君所为，不可效法，废后是昏君。我要见陛下。范仲淹、孔道辅等人偏执，臣数度遣人劝他们离开，但他们坚持灭军，于禁中垂拱门前口出大不敬之言，大失人臣体统，不得不罚。陛下，如果范仲淹等人得不到惩罚，大臣们都看着呢。他们以忠直之名胁迫君上的口子一开，好，吕相说的有道理。但还有一件事，李迪他们说的也有道理。说到师夷，上阳两人过错更大，以色诱君，以宠而犯中宫，结交外臣。郭氏失德当废，这两人冒犯中宫，却也不可留。
3人一起出宫，但是吃穿用度上，茂泽，你照看一下，不可怠慢了。是。吕相，还有什么要议的吗？臣告退了。风凉，官家回去吧。朕不能再让德不配位的郭氏主持后宫。吕夷简想要立威揽朝政，范仲淹立志要做无暇君子。这一番折腾，终究谁输谁赢。车中可是范希文啊！可是葛兄啊，这是入了桐庐郡了。范兄，得到希文贬至睦州的消息，又是替希文抱不平，又为老友相见而兴奋，早就备好酒，算着日子来迎啊！桐庐郡之美，这是名不虚传呐。范某虽因进谏被贬，官家却选了这么个好地方。范兄，当心呐！被贬而能有如此心境的，还也只有他范希文一人啊。潇洒桐庐郡啊，乌龙山乃中，使君无一事，心共白云空。潇洒桐庐郡，开轩即解言，老生以何幸，日日面青山。陛下，废后一事，陛下不听劝谏，反贬孔道府范正淹，罚孙祖德、宋祥、赵乾立罢忠诚，必有告辞，而此次竟执意斥除。臣以为，太平之时，谏官御史，符格胁迫君上，不合臣意，论罪罢黜最恰当不过。且不若自今日起，凡台谏之议，须密奏章书，不得相率请对。荒谬！自太祖至先帝，凡70年，未曾有废后之事。陛下却不守祖宗之训，治家上以不以道，奈天下好。而范仲淹身为谏官，竭力劝谏陛下，正是本职。若所见不当，陛下尚需包容，方能畅通言路。何况仲淹所见，大坏万人之心，陛下何故对之？郭氏德不配位，
既已废黜，中宫不可久虚。众卿可曾替朕考量过中宫人选呢？官家英明，如今选立贤后统领后宫，方为正道。近日来，台进的弹劾札子少了不少，都是在操心皇后的人选，暂顾不上其他事来。这确是如今所有朝臣最关注的大事。官家当时提出尽早立后，心中可否有人选？朕娶妻，何时也不是朕的私事。从前太后是选她压得住的儿媳，如今是朝臣，选天下人想要的国。朕提出早立中宫，只是因为只有立中宫，方能终止废后风波。不过是废了一位担不起中宫之责的皇后，余波竟建成党争。怎么动的？哎，喜春，你快点！喜春，你快点啊！这怎么做的？这是我仿照罂粟先生天圣5年所做的指南车所做。不过，我做的粗糙，先生做的车子可以跑得更远，也能绕开障碍的。哇，太厉害了吧！太厉害了！喜春，这车为什么能自己往前走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它为什么能往同一个方向走啊？为什么呀？你看它。原来在这儿！你们看，这有不同的齿轮，这么多。毛泽，官家，那是哪宫的女官？官家，陈惜春姑娘到了。嗯。官家，陈惜春，岭秋暑退，惜春寒往。你生日在初春。是。奴生在3月初，刚过16。你是小娘娘阁中人，朕从前没见过你。奴才入宫1月不到，太妃任奴做养女。你这个年纪入宫给太妃做养女，可知你父母为什么送你入宫？小娘娘又为什么收你做养女？他们希望我以后能被选做官家的娘子。那你自己呢？你自己愿意吗？女子总要嫁人的，若能嫁给官家，自是无上尊荣，光耀门楣，且富贵一生。官家仁爱厚道，况且又年轻。若朕是个老头子，你便要犹豫犹豫，对不对？来，坐，陪朕用膳。给朕讲讲，你一个女孩子是怎么懂得那些机阔的？爹爹早年什么生意都做，从北边雀场贩皮毛回来，在京城卖，在南方进了瓷器啊、丝绸，卖到西边、北边。他有许多朋友，哦，
燕先生。燕先生就是爹爹跑货的时候认识的。爹爹说，燕先生当年找了几种磁石都不满意，是爹爹帮他找到的。后来他与爹爹成了朋友，见爹爹也喜欢机械，便送了些图纸给爹爹。再后来呀，你看这会向南跑的车子，还有那些好玩的物件，马车呀、木船呀，都是爹爹照着他的图纸，带着我一起增增减减地做出来的。你爹爹跑生意，你便就跟着他居无定所。是啊，从小我就跟着我爹，后来我娘去世了，爹爹就带着我。啊，官家，我想起来了，前年我们在苏州看到有人改装骚车，用上了皮带还有脚踏，这样就省力了许多。哎，官家，你可想看看图纸？惜春带入宫了，一直想试做一架出来，我去拿给你看。哼。官家，惜春不懂规矩，失礼了。官家莫怪。你一定还带了其他宝贝进来，不如今日，便带着你都瞧一瞧。官家，小娘娘叫你去，说了什么吗？太妃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有一些不解。小娘娘是看着我长大的，她料定我会喜欢惜春，可她不明白我为何不让惜春侍寝。官家不喜欢惜春姑娘吗？茂泽，惜春能做皇后吗？这臣就不懂了。那就试试。陛下，近1月来，臣等举荐了不少女子。俱都出身名门，家风甚严，又都知书达理，容貌端庄。不知陛下审阅后，可否有能担中宫之责的？一定要从众卿推举的女子当中选吗？朕倒觉得，身为皇后，主持后宫，出身品德固然重要，却也须得聪明能干。朕近日，臣听闻官家近来每日召太妃养女去福宁殿，连看札子都要她陪着，还给她父亲加封了官职。陛下，臣氏乃贩卖皮毛瓷器出身，精明算计，粗鄙重利。今年才选一小官，又攀附外戚，拉拢官员，送女入宫。如此人家，怎能养出贤德端庄的皇后来？陛下，臣氏的官职为子承使，此乃以官员家奴的官名。陛下怎么能选这样佳人的女子为后呢？陛下，陛下三思。选后之事，天下瞩目。陛下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皆为天下人效法。陛下废功勋之后，郭氏若选商人之女为后，那必要一笑百年呐！众卿对后宫之事，当真是了如指掌啊。众卿也真是辛苦了。
官家，晚膳备好了。官家，陈姑娘说，她给金丝雀儿做了新的鸟笼，请官家有空时候过去瞧瞧。金丝雀。今日叫荷儿过来吧。是。官家说什么？他会来吗？他有召我过去吗？官家今日召苗娘子过去陪着用膳侍寝。苗娘子，她已然是官家的娘子了。姑娘知道，官家有不止一个娘子。不久之后，还有一位正位中宫的皇后娘娘，在后宫，所有的娘子都要服从皇后娘娘，严守尊卑。麻烦张先生跑了一趟，天色不早了，我回去看书了。你在这儿陪着我闷不闷？陪着官家怎么会闷呢？荷儿在阁里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做一会儿点心，再抄一会儿女诫，再做女工，一天也就过去了，也没觉着闷。荷儿，怎么私下也不叫我六哥了？如今荷儿和其他娘子一样，都是官家的娘子了，难免被其他娘子知道，我会不开心的。不平则怨，大娘娘教导你的。大娘娘教得很好，在宫中做娘子，理当如此。我虽心里偏着你些，却并不总能顾全道。你能同别人相处好，是因为你温柔和顺，懂事乖巧。曹氏出身名门，祖父曹彬早年追随太祖，位列开国名将，辅佐三朝，官至枢密使。为人仁和谦逊，朝堂上从不论人过失，位兼将相，不以等地威势自异于人。太祖曾赞吾任得其人矣。而曹氏四叔曹伟屡立战功，招降外族，袭破李继迁，官至宣徽北院使，可称我朝第一名将。先帝曾言：“国朝将相家，能以声名自立，不坠门阀，为礼坊与曹彬洽耳。”朕虽不才，国史我还是熟悉的。曹家
是可以写入国史的名臣之家，朕清楚。陛下，臣所以推荐曹氏，并不只因他的家世。陛下那日言道，主持中宫，才能与德行同样重要。臣等得知，曹氏聪慧异常，虽自小生在武将之家，却熟读诗书，且从名师指点。所以几位都认为曹氏是最合适的中宫人选。曹氏德才兼备，是中宫佳选。好，那中书就议一议，然后看看言官还有什么进谏。怜你君子无暇，弃我先以怒马。四方城里，官家，十里灼灼桃花。春风入梦拂开几做得真精致啊！你听过欧阳修吗？他是我们国朝的才子，他的诗词传唱甚广。使之所向金龙听，不及林间自在啼。金丝雀在笼里，黄鹂鹰儿在云中，都不如每年春天偶尔会在后院湖中暂留些时日的天鹅。天一暖，它们就飞走了。惜春，可惜你没赶上它们在的时候。不过以后，你自有机会看见它们在天地间翱翔的样子，定然更美。惜春喜欢官家。中书已经议定皇后的人选，方方面面都是照着国母的标准去比对。他们觉得这个曹姓女子最适合做朕的皇后。过几日，台监若无异议，朕便要大婚了。执子之手，同归家。来生可作双飞，衔你呼出羽衣裳。使之所向金龙庭，不及林间自在啼。浮生长恨换与兮。我看着玫红，才衬荷儿的清丽呀。青穗姐姐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我挑的这朵，比苏子美的眼光强多了。
这花与苏子美有何关系？说的好像我与她私会一样。我说的是苏子美的眼光。难道你不是自7、8岁便只爱簪粉色月季？还不是那回苏伯伯带着苏子美到你家赴宴，哎，我们几个女孩在那儿斗花，他巴巴的折了朵粉色月季塞给你，说：“这个妹妹真美。”干她何事儿？我本来就喜欢粉色。哎呦，你！我们在一起长大的，你装什么呀？难道你们俩没有私相授受？哦，苏子美还给他写了首诗呢。什么诗啊？你写的？谁是苏子美？我不认识。你不认识啊？原来你不想嫁给他呀？那我怎么听说杜伯伯？哎呀，我一个女孩家，到了该成婚的年龄，爹爹让我嫁给谁，我自然是嫁给谁。我方才还没说完呢，我是说呀，听说当今皇后因善妒无后被废，中宫无主，官家呢又无皇子，群臣纷纷上书官家，要择家教好、品貌端正的，又有学识的淑女入宫备选，所以薛伯伯就……薛伯伯不会推荐我了吧？啊？燕姐姐，你可听说过此事啊？这待字闺中的高门之女有很多呀，薛家的右熙、玉壶，吕家的雪柔，还有那个王相家的……对，这些都是人选，你也在其中啊。不过前不久好像右熙和玉壶已经不是人选了。我听说呀，薛伯伯为右熙相中了欧阳修，而三姐难产而死，王拱辰一直不肯续弦。哎，薛伯伯呀，又不舍得这个女婿，又心疼这个外孙，于是呢，要将玉壶再嫁给王拱辰的。可是我爹他也口头答应过苏家呀。这个姑娘真美。是你说你不想嫁给他，又不是我。姑娘，宫里来人了，你慌慌张张干什么呀？我不喜欢粉色的。让你进宫当皇后。确实是让你入宫。台谏全体对曹氏盛赞，极言其端庄贤淑，才德兼备，聪慧柔顺。朕都不记得，在这之前，整个朝堂竟有如此意见一致的时候。再说了，18岁的姑娘养在深闺，就算她真有圣后之职，怎么满朝堂的大臣都知道呢？这也有个缘故。曹氏当是才华过人，为人诚信，但是容貌丑陋。什么？曹氏其实曾许人，是其祖父当年定下的姻亲，但是对方痴迷修仙，曹家便有些犹豫，便想办法要悔婚。据说是这曹姑娘自己坚持守诺，便算嫁到夫家，守一辈子活寡，也不能让先人失信。竟有这般志气，虽说让人敬重，但也委实不合常情。不像是如花少女，倒像是已经守了多年寡的刚烈妇人。官家，好，确实有志气。然后呢？她嫁了，群臣竟一致举荐一位。
大婚当日，据说他那位夫君也入了洞房，但是一见他，便越窗逃走了，所以都说曹氏极丑。然而他那位夫君逃婚，他却一味哭闹，求公婆做主，二位抱怨，写了离绝书，上了堂之后，请求公婆见谅，行了大礼，便自行回了娘家。名门，德高，诚信，貌丑。为人诚信，遇事沉稳，而且貌丑不致祸君。貌丑不致祸君。貌丑不致祸君。这就是朝臣心中的国母。好，就让他们议。如果真觉得这个是最适合的，朕便立这个为人诚信、遇事沉稳、貌丑不致祸君的女子为后。横竖她已下定决心，为做道德典范，不介意做德高望重的泥菩萨，当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官家，好了，朕答应群臣送惜春出宫去，他们也答应了，再给他父亲升2级，专管杭州的丝绸商务。你一直对商务事兴趣甚浓，也不妨与他结交一下。是。为惜春选夫君的事，你也替我长个眼。做不做官的不紧要，门当户对的商人也好，但定要俊朗能干，要喜欢他，对他好。怎么样啊？说话呀！说呀！3日后召我入宫，不是宫宴，不是陪哪位娘子读书，就是入宫，同几位女子一同入宫，然后从你们几个人当中挑选皇后，应该就是如此了。可是为何会选我呢？我嫁过1次了呀。那又不是你的错。我看那个人8成就是个傻子。恒儿，那一次是月老牵错了线，所以解开了。妹妹出身名门，才貌双全，胸襟见识都是女子中极少见的。妹妹，其实这么想来，你却是做皇后母仪天下的好人选呐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选我做妻子呢？绝对不可能的。怎就不会了？你不就合力过1次吗？哎，你从前可从不在意的。你说过，从不觉得自己比谁低了。若是哪个男子因此看不起你，那是他心胸狭隘，目光短浅。你曹丹书要嫁也要嫁一个胸怀宽广、坦荡的男子。父亲在家中偶尔提起陛下，感觉是个又温和又仁厚又有大智慧的人呐。据说啊，长得也好看。那大概只是因为曹家是勋贵，如今又无人在朝中任要职，国朝后妃常出自如此人家。
我大概只是被例行送入宫，做个陪衬吧。天哪，这还是我认识的丹叔吗？你何时如此自牵过？可那是官家呀。官家又……天哪！不会就是你上次神神叨叨的说比苏子美还要美的神仙人物吧？真的？断了线的风筝，物是身后事，走失的魂魄，情牵人不知。温柔的一线光，黑暗中闪亮，让星辰仰望，让万物生长。多情从被无情伤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早生华发，笑我无言吐悲伤。多情总被无情伤，情深别来无恙。向着光的方向，为世人点亮。了不起的伤。多情总被无情伤，深情别来无恙。今夕何夕？身在古城人唏嘘，情深不知。人间何处不离殇？消泯的奢侈狂。相识无言，深情伴酒如惆怅。多情总被无情伤，深情别来无恙。今夕何夕？身在古城人唏嘘。